好，加拿大的總理卡尼現在是被川普的關稅逼到已經沒有路可以走了嗎？還有他說要把加拿大併為第51州哦，所以我們看到呢，他在這幾天召集的訪問中國大陸的主席習近平，中加破冰是否能夠救加拿大的經濟呢？還是讓加拿大更加危險？今天一起來做關注。好，我們來看到的是加拿大的總理卡尼跟習近平主席在北京展開了這一場會談。這場會談對他來說非常的重要，因為是他任內首次的訪華，也是8年來加拿大總理首次的訪華，尤其大家還記得嗎？2018年之後，中加關係陷入到跌落谷底哦，因為加拿大當時應美國的要求逮捕了10任的華為副董，也就是孟晚舟，兩國關係就已經跌落到谷底。所以這一次與習近平的見面被視為是中加的破冰之旅，是不是特別的重要？楊老師怎麼看？有辦法破冰嗎？正在破冰中，但我覺得3點是：第一點，是否加拿大真的開始走向現實主義的戰略自主？這次訪問是一個關鍵。他過去這個8年，你看到，尤其是2018年針對孟晚舟的這個軟禁，他亦步亦趨的跟着美國的對中政策，而且有的時候比美國喊的還更大聲，罵得更兇。甚至也經常的派戰艦到台灣海峽來，可是發現到他被背叛了，他覺得最親密的就是戰略夥伴、鄰國關係的美國川普給背叛了，然後遭受到壓力，甚至一種屈辱式不斷的叫這些從杜魯多到卡尼叫加拿大省長，所以他開始要走向現實主義的戰略自主，能不能成功？第二個。它的經貿關係哈，其實這也是一個現實的問題。它的出口70%是到美國去，投資也是對美國投資 No.1 的國家，其實一直都是加拿大，只是大家不知道。因為我們在美國的時候都開玩笑，加拿大是美國的第51州。但是 No.2 呢，它的出口的對象 No.2 就是中國大陸，但只有5%。所以這裡面有很多的空間可以展開。那卡尼自己定了一個目標，就希望2026年的時候，對於非美國家的出口總額能夠提升50%。那當然你就能夠看看跟中國大陸的貿易關係能不能夠去補過來增加。因為同時美加之間在很多的議題上還是在卡在那邊，但是這個問題不容易。可是第3個就是說，中國大陸跟加拿大這段關係就要看變成是。到底加拿大是過去最親密的美國的這個盟邦，現在因為被美國的這種壓制，他尋求就是美國過去以及到現在的競爭對手的修復關係。這個其實我看了美國的 CNN 裡面的報道，所有評論人就罵加拿大你是背叛。其實我不知道誰先背叛誰哈。加拿大人感受應該是最深刻的。對。但是從中國大陸角度而言的話呢，如果在這個過程當中用貿易、用金融，然後呢去拉攏一個就是你自己曾經的最親密的夥伴，跟我增加關係，這個在地緣政治上，在國際政治上是有很大的意涵的。那所以就要看他這次的訪問的成果，以及後續短期內中加關係的變化是不是能夠持續加溫。好，就在中加關係在持續希望能夠破冰之下，我們接下來看到的是，其實美國總統川普又再次的批評有關於加拿大的事情，他說。特別批評的是有關於經濟上面的這個貿易協定，就是美墨加的這個協定。他說，當初確實是他簽的，但他認為現在這項協定對於美國來說已經無關緊要，一點都不重要了。他今年的重要目標就是要逼企業撤出海外，生產線全部回到美國來做美國生產。那當然，卡尼聽到就非常的緊張哦，因為呢，其實這個加拿大的經濟還是高度依賴美國的，不管是在鋼鋁或者汽車產業上，都因為川普的關稅戰而受到影響。這一回他跟中國大陸示好，能夠挽救加拿大在這方面針對美國的損失嗎？酈將軍怎麼看？第一個，加拿大確實是因為川普的關稅政策造成在經濟上很大影響。其中最明顯的一個產業是汽車產業。我們知道加拿大那時候因為跟美國簽有所謂北美貿易協議嘛，所以美國很多的汽車大廠都跑到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在那邊設廠。那總共就業的人數有將近30萬人在從事汽車生產。那美国哪些公司去呢？包括美国常見的通用汽車、福特汽車、克萊斯勒，還有這個豐田、本田都到那邊去設廠。
那現在來講，美國突然要對加拿大課徵汽車的關稅，然後要讓所有的這種產業回歸到美國。那第一個受傷的就是加拿大這些汽車產業嘛，那他們很多確實是很多的這種汽車產業已經慢慢移回到美國本土，造成安大略省很多這個工人、汽車工人的失業，這是第一個哈。那第二個來講的話，美國對加拿大也這個他們這個石油啦哈，這加拿大有產石油哈，這個還有它的木材啊哈，這些乳酪品啊這些原料也課徵關稅。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加拿大可以說除了在這個被羞辱之外，那實質上面在經濟上面也受到川普很多的這種霸凌。那當然，在這種狀況之下，卡尼就看到一個國家哈，那個國家叫做澳洲哈，艾班尼斯。你看，同樣白白大家都是五眼聯盟的國家，為什麼人家澳洲可以去中國賣紅酒、賣龍蝦哈？那我當然，我也雖然說是五眼聯盟，那我為什麼不為自己國民找這個經濟上的出路？那譬如說，他因為之前。這個中美兩國陷入冰點的時候，美國對中國對加拿大是我們講說油菜籽油哈，這個限制它的進口哈，提升關稅提升到100%。那加拿大對中國來講是電動汽車也限制100%的進口，雙方可以說是貿易陷為冰點。但是你要知道，油菜籽油哈，這個加拿大是全世界產量最大的，是第一名。第二名是哪個國家？是中國哈，中國也有產油菜籽油，可是中國有14億人在吃這個油菜籽油，加拿大只有4000萬人，那你想想看，這個差距一下就很大。所以加拿大希望它的油菜籽油可以順利的賣到中國去，替它的農民找一條出路，這是第一個哈。第二個來講的話，當然中國希望說我的電動車可以賣到你加拿大，尤其是未來電動車是汽車的行業。當你現在如果說你的汽車產業很多工人失業，很多產業被逼迫回到美國，那加拿大會思考自己我會不會利用這就引進中國的技術，跟中國合作投資，在我加拿大設置電動車的車廠，替我自己國家這個經濟上面找一條生路。所以我覺得這把來講的話，對這個肯尼來講，確實是比較靈活的一個做法，不然的話，他除了被羞辱之外，也確實在經濟上面被美國卡到脖子。那如果說不想辦法跟中國走在一起，他可能國家以後這個被美國所限制、所死。好，被美國卡住脖子的加拿大總理卡尼哦，這一回跑到了中國大陸去，希望能夠恢復在經濟上面的一些活力。那另外一方面，同樣的是，卡尼也很擔心自己在安全上面的危機哦。尤其加拿大的人民現在做了一個最新的民調，可以看到他們對於美國是非常非常沒有信任感的。來看到的是，在美國近期針對委內瑞拉軍事干預之後，1/3加拿大的人都認為說，美國可能也會對加拿大直接採取行動。超過一半的加拿大受訪者說呢，川普對於委內瑞拉的行為等於是開創了一個危險的先例。美國有沒有可能透過軍事行動威脅加拿大？張將軍怎麼看？那美國對加拿大，我認為它的優勢是會排在格陵蘭後面，先解決格陵蘭問題。現在美國川普總統上任到這個禮拜剛好滿1年，對，那還剩3年任期。3年任期，我認為要去解決。他要去併吞格陵蘭這個問題，可能要花1到2年，那可能時間就不夠了，因為他去這個戰略目標是要對加拿大來着手，那是你要把這個優勢看到後面，它是有相當的困難度。但是我們也來看呢，這個美國跟加拿大之間呢，這個他們之間的這種利害關係哦，存在着哪些問題？第一個，我認為那個軍事上的依賴，你自己看了加拿大的軍艦也好，加拿大的戰機都是美國的。你軍事都是依賴美國嗎？你怎麼可以獨立？加拿大人口夠不夠多？夠多啊，4100萬人啊，也算是夠多啊。加拿大的領土面積比美國還大，美國是983萬平方公里啊，加拿大990萬呢，那比它還大15萬，將近15萬平公里，總共998萬呢，將近1000萬平公里。加拿大只是它都在冰天雪地，在北極圈，所以感覺到好像加拿大它的可用的面積是会比較小，大部分都在北極圈裡面了。是這樣，所以我倒認為在這一方面，加拿大過度依賴美國的軍事，你讓美國就比駕輕就熟，可以併吞加拿大。你要獨立啊，軍事上的獨立不要去依賴。第二個，我們看到經濟上，加拿大一直對美國貿易出超，享受大量的順差，大概1年將近這個，我們知道雙方的這種貿易1年是1兆美元啊，那將近順差你想想看有多少？
每一個月大概都將近有這個300億到500億不等啦，看那個旺季還有淡季了，這是關係。所以經濟也相當依賴。那你在地緣上面呢？剛好加拿大的西邊是阿拉斯加，美國的；南邊全部是美國。你現在併吞到格陵蘭，東邊格陵蘭也是將來是美國的話，你不是被一個 U 字形包圍了？那北邊加拿大北邊，当然是北冰洋啊。所以來這樣看的，這個地緣戰爭上它是被美國包圍在這裡面，所以地緣上對加拿大是來不利的。但是我認為美國對加拿大它不會硬吞，它是要來和拿，以和平的手段，軟手段，但是軟手段花的時間長，時間多，硬的話可以快速拿下。我認為它的軟手段，但是問題是時間問題，川普的油量任期已經會不夠了，所以加拿大我個人認為，因為人走茶涼啦，不見得下任總統會買單啦。對，好，謝謝張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